前阵子在市场遇到一位大姊，他拉着我问了一个问题。他说家里那个电锅用了快20年，内锅底部被锅铲刮出一道一道的白痕，手指摸过去还会卡卡的。上个月女儿回娘家，看到那个锅，第一句话就是妈，这个不能用了，会溶出铝，吃久了会失智。大姊站在厨房里，一句话都答不出来。他说我用这个锅煮了20年的饭，儿子女儿都是吃这锅饭长大的，难道这20年都煮错了吗？那天他讲完，旁边卖菜的、买菜的一下子围过来5、6个人，每个人都有一套说法。有人说铝锅早就该淘汰了，有人说他家那锅更花照样用，还有人说花了就赶快去买不锈钢的比较安心。你看，这件事在台湾家庭里几乎人人有意见，但真正说得出道理的很少。这个场景我相信很多人都熟悉，电锅几乎是台湾家庭的标配，蒸饭、炖汤、热剩菜、煮绿豆汤、蒸鱼，一天要开好几次，用得越久，那个内锅就越花，底部一圈一圈的刮痕，边缘有些地方颜色变深，怎么刷都刷不回原本的亮，到底还能不能用？这件事网络上吵了10几年，一边说铝锅等于慢性中毒，一边说根本没事，洗干净继续用。两边都很大声，但两边都没有把最关键的那件事讲清楚。我今天要把这件事一次讲明白，而且先把最重要的答案放在最前面，不绕圈子。刮花本身不是换锅的理由，真正该换的判断线只有3条。第一条是露底，也就是表面那层保护层被磨穿，看得到底下颜色明显不同的裸金属。第2条是变形，锅底不平，放在桌上会晃，或是边缘受过撞击而凹陷。第3条是黑斑，那种洗不掉，摸起来凹凸不平，甚至会掉屑掉粉的深色斑块。这3条只要中了1条，换掉不必犹豫，3条都没中，那个锅还可以好好陪你煮饭。接下来我要把道理一层一层讲给你听，因为知道为什么你以后拿起任何一个锅自己就能判断，不用再问别人，也不会被家庭群组里那些转来转去的讯息牵着走。我会把材质的差别、溶出的条件、实际的数字，以及研究到目前为止真正的结论全部摊开来讲。讲完你会发现这件事其实没有那么复杂，只是一直没有人好好讲。先讲材质，这是所有混乱的起点。台湾人讲的电锅大部分是那种有外锅跟内锅的传统款式，外锅是加水加热产生蒸汽的地方，内锅才是真正装食物的容器。这2个锅的材质常常不一样，很多争论就是从这里开始搞混的。有人在网络上看到铝锅不好，就以为自己家里整台电锅都有问题，其实他担心的那一锅可能根本不是食物接触的那一锅。这里先帮大家把一个常见的误会解开。很多人问我家电锅的外锅整个变黑了，是不是坏了？是不是有毒？外锅变黑绝大多数是水垢和矿物质长期加热沉积造成的，也有一部分是铝表面的正常氧化，那是外观问题，不是安全问题。因为外锅里装的是水，不是食物，那些沉积物并不会跑进你的饭里。真正需要盯紧的是那个直接接触食物的内锅。搞清楚这一点，你的担心就可以少一半。早年的电锅，外锅和内锅常常都是铝制的。铝这个材质有它明确的优点，导热非常快，重量轻，成本低。对于要在短时间内把水烧开，产生大量蒸汽的外锅来说，其实非常适合。但是纯铝很软，也怕酸怕碱，所以厂商通常会做一道加工，这道加工叫做阳极处理。阳极处理是什么？我用最白话的方式讲，铝这个金属只要碰到空气，表面就会自己长出一层极薄的氧化铝。这层东西虽然薄，但它其实相当坚固，它就是铝与生俱来的盔甲，也是为什么铝制品放在空气里不会像铁一样整块烂掉的原因。阳极处理就是把这件事用电化学的方法加强，把铝放进电解液里通电，让那层氧化铝长得更厚、更致密、更均匀，而且牢牢地跟底下的铝长在一起。处理过的表面通常会呈现偏深、偏灰或带点黑的色泽，摸起来比较硬、耐刮，也比较不怕酸碱腐蚀。重点来了，这段请一定要听进去。这层阳极处理层不是涂上去的漆，也不是粘上去的膜，
它是从铝本身长出来的氧化层，跟金属是一体的。这跟不粘锅那层涂料完全是两回事。不粘锅的涂层是外加的，刮掉了底下就直接露出金属，那是真的没有保护了，而且剥落的碎片会混进食物里。阳极层不一样，表面被刮伤，只要没有磨穿到底，底下的铝碰到空气还是会自己再长一层薄薄的氧化膜出来，只是没有原本那么厚，那么耐用而已。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开始就说刮花本身不等于报废。很多人把不粘锅的标准套到铝锅和不锈钢锅上，才会一看到刮痕就整锅丢掉。其实丢掉的多半是还很堪用的锅。那要怎么知道自己家里那个内锅到底是什么材质？有一个很土但是很有用的方法，拿一块冰箱上的磁铁去吸，一般的铝锅完全不会被吸住，因为铝没有磁性。而多数常见的不锈钢内锅，锅底或锅身多少会有一点吸附感。不过这个方法不是100%准确，因为不锈钢的种类很多，有些配方的磁性也很弱。更可靠的做法是翻到锅底看有没有印字，很多内锅底部会标示材质或是钠钴数字，真的看不出来，锅子的说明书或是包装盒上一定有写。另外还有一种比较高阶的做法，叫做硬质阳极处理，原理跟一般阳极处理一样，只是把氧化层做得更厚更硬，耐用度提升不少。这类锅子的表面通常颜色更深，摸起来也更细致。有研究测过，用硬质阳极处理的锅具烹调一般家常菜，铝的溶出量低到几乎测不出来。这也反过来说明，真正在挡的并不是锅子有多新，而是那层氧化膜完不完整。不管是哪一种，判断的逻辑都一样，看保护层还在不在，而不是看有没有刮痕。至于现在市面上比较新的电锅，内锅很多已经改成不锈钢，常见的是304，讲究一点的用316。这2个数字代表的是合金配方，316多加了钼这个元素，抗腐蚀能力更好一些，特别是面对含盐分和酸的环境。不锈钢内锅没有涂层，本身硬度也高，用锅铲刮出细痕是正常的使用痕迹，那些痕迹不会让它变得有毒。所以如果你家内锅是不锈钢的，刮花这件事你真的可以放轻松很多，重点只剩下有没有变形，有没有严重凹陷，以及有没有出现腐蚀性的坑洞。既然讲到不锈钢，也顺便回应几个常听到的疑虑。有人担心不锈钢里面含有镍铬锰，这些金属会不会溶出来？合格的食品级不锈钢在正常烹调条件下，溶出量非常低，远低于安全标准。真正会让溶出增加的，一样是那几个老条件：强酸、长时间、高温，还有表面已经被腐蚀出坑洞。所以不锈钢锅也不建议长期拿来浸泡醋或是强酸的东西，道理是一样的。另外，买回来的新不锈钢内锅，第一次使用前建议先用中性洗碗巾洗一次，再用一点食用油把内侧擦过，冲干净，主要是把制造过程留下的油污和微小金属屑清掉。这个动作跟安全比较有关，跟不粘没有关系。好，那大家最担心的问题来了，刮花之后煮东西到底会溶出什么？会溶出铝，这一点我不骗你，是真的。当表面的氧化保护层变薄或局部破损，底下的铝就比较容易被溶出来。而让它溶的比较多的条件有2个，一个是酸，一个是热，2个加在一起最明显。酸是什么？番茄、凤梨、柠檬、醋、酸菜、梅子、洛神，还有一些用大量番茄酱或乌醋调味的料理都算。这些食材里的有机酸会跟氧化铝层作用，把保护层一点一点溶掉，接着就轮到底下的铝被溶出来。如果再加上长时间加热，比如炖、焖、蒸1小时以上，溶出的量还会再往上跑。温度越高，时间越久，酸度越强，接触面积越大，4个条件叠起来，溶出量就越多。那到底溶出多少？这才是关键。国外研究做过实际测试，用铝制容器烹煮酸性食材，一次大约会溶出3到5毫克的铝。另外有研究把番茄类的料理放在铝制容器里，用180度烤1小时，食物中的铝含量会从每公斤不到1毫克，上升到每公斤5到6毫克。这是实测出来的数字，不是猜的，也不是谁在网络上编的。听到毫克这个单位，很多人心里就开始紧张，但是数字要有比较的对象才有意义。
所以我要把另一边的数字也放上来，这样你才能真正做判断。欧洲食品安全局定出的铝每周可容忍摄取量是每公斤体重1毫克，以一位60公斤的长辈来算，一周的安全额度是60毫克。世界卫生组织体系定的暂定值比较宽松，是每公斤体重2毫克。同样以60公斤换算，一周是120毫克。请注意，这是每周的量，不是每天。而我们每天从饮食中吃进去的铝大约是5到10毫克。这些绝大部分不是来自锅子，而是来自食物本身、加工食品以及某些含铝的食品添加物，例如部分蓬松剂、部分加工面制品、部分零食和加工海产。换句话说，锅具在整体铝暴露里占的比例一般估计不到1成。你天天吃的饼干面包贡献的量可能比那个刮花的内锅还多。既然讲到暴露来源，顺便把几个生活中比较容易被忽略的地方也讲一讲。第一个是铝箔纸，用铝箔纸包着柠檬、番茄或是加了醋的食物去烤，那个组合就是酸加高温加长时间，是溶出条件最齐全的一种用法。这种时候换成烘焙纸或是耐热的玻璃容器会更合适。第二个是路边常见的铝制免洗餐盒和铝箔容器，拿来装热汤、酸辣汤、番茄蛋花汤这类东西，也是同样的道理，能少用就少用。第三个是有些人会把整锅酸菜或卤味连锅放进冰箱好几天，这种长时间的浸泡其实比煮的那20分钟影响更大。我把这些讲出来不是要你紧张，而是要让你知道，如果真的想降低铝的摄取，该调整的顺序是先看饮食习惯和储存方式，再来才是那个刮花的锅。搞错顺序，你把锅丢了，该减的量其实一点都没减到。还有一件事更重要，很多人完全不知道，铝从肠胃道被吸收进血液的比率非常低，一般低于 1%。 也就是说，你吃进去的铝绝大多数会直接跟着粪便排掉，根本没有进到身体里面。少数被吸收的部分，肾功能正常的人可以透过肾脏排出，这是身体本来就有的处理机制。那接下来就要面对那个最大的传言，铝到底会不会造成失智？这个说法是从1970年代开始流传的。当时有研究在阿兹海默症患者的大脑组织里验出铝的沉积，这个发现在当时引起很大的震撼。媒体一报，铝锅治失智这句话就传了半个世纪，一直传到今天的家庭群组里。但是我必须诚实告诉你后续的发展，因为这才是负责任的做法。这几十年来累积了大量研究，结论到今天还是没有办法证实两者有因果关系。大脑里验到铝不代表是铝造成的病变，也可能是疾病本身让大脑的屏障功能改变，铝才比较容易沉积进去。因果的方向到底是哪一边，目前还说不准，这叫做相关不等于因果。如果去看近年的系统性回顾，情况大概是这样。以饮用水中铝含量做的研究，20篇里面大约12篇看到正相关，8篇没有看到显著关联。也就是说，证据是分歧的、不一致的，而且不少研究在方法上有限制，很难排除其他干扰因素。国际上主要的失智症研究机构，包括英国的阿兹海默症研究单位，目前的立场都是同一句话：铝与阿兹海默症的关联尚未经过证实。为什么这个传言可以活这么久？我想过这件事，因为它刚好符合人的直觉。失智很可怕，而且原因不明。人在面对不明原因的恐惧时，会很希望找到一个看得见、摸得到、可以立刻处理掉的凶手。厨房里那个旧锅子刚好符合这个角色，丢掉它，感觉就做了点什么。但真正对认知功能有帮助的事，其实是控制血压、血糖、规律运动、维持社交、睡好觉、保护听力，这些都比丢一个锅子有用得多，只是它们没有那么立即，也没有那么戏剧性。我知道有人会希望我讲得更耸动一点，那样比较好记，也比较吓人，但我不会这样做。诚实的说法是这样，日常烹调造成的铝暴露量，对肾功能正常的一般人来说，离安全上限还有相当距离，而且目前没有可靠证据显示它会导致失智。你不需要因为家里有个铝锅，就每天心里压着一块石头。而且我要说一句公道话，长辈舍不得丢一个用了20年的锅，
那不只是节俭，那个锅里有孩子的成长，有几千顿饭的记忆。年轻一辈担心爸妈的健康，出发点也完全是好的。这件事在很多家庭里会变成争执，其实两边都没有恶意，只是缺一个能讲清楚的判断标准。今天这3条线就是要让两边都有依据可以对话，该换的有理由换，能留的也能安心留。不过有2种人要特别注意，这部分是真的有医学根据的。第一种是肾脏功能不好的人，尤其是慢性肾脏病中后期或正在洗肾的患者，他们排除铝的能力下降，铝确实可能在体内累积，这一点在医学上是明确的，不是传言。这类朋友建议避免用铝制容器烹调和存放食物，改用不锈钢或玻璃。第2种是婴幼儿代谢与排除系统还没发育完全，副食品的烹调和存放也建议避开铝制器皿。讲完原理，我们回到最实际的问题，你家那个锅到底该不该换？我前面说的3条线，现在讲细一点，你可以边听边去厨房把锅拿出来对照。第1条线，露底，把内锅拿到明亮的地方，最好是窗边或灯下，仔细看锅底和内侧壁面。如果原本是深灰或带黑的阳极处理表面，现在出现一块区域变成明显的银白色或亮金属色，跟旁边的颜色完全不同，那就是保护层被磨穿了，底下的铝直接露出来。这种情况，尤其是这锅还常拿来煮汤炖菜的，换掉。判断方式很简单，不是看有没有刮痕，是看有没有变色的区块。细细的线状刮痕，但整体颜色一致，那叫使用痕迹，不算问题，颜色不一样才是问题。第2条线，变形，把内锅倒过来放在平坦的桌面上，轻轻压4个边，看它会不会摇晃，或是放在流理台上，从侧面看锅底有没有拱起来凹下去。变形的锅有几个问题，一个是受热不均，靠近变形处容易局部过热，食物容易焦，焦掉的地方又会加速锅子表面的损耗，变成恶性循环。另一个是变形往往代表金属已经被反复热胀冷缩或撞击到金属疲劳，保护层在那些应力集中的地方最容易裂开。还有一种情况是内锅跟外锅之间的贴合变差，蒸汽的传导效率下降，你会发现同样的水量，饭却越来越难熟，或是熟得不均匀。这种锅换掉。第3条线，黑斑，这里要分成2种，很多人分不清楚就白白丢了锅。一种是均匀的淡淡的暗沉，或是水垢，那种白白灰灰的沉积，这多半是水中矿物质沉积或正常氧化，用适当的清洁方法可以改善，不算问题。另一种是局部的深色斑块，摸起来凹凸不平，甚至用指甲刮会掉粉掉屑，斑块边缘还有一点被侵蚀的粗糙感，那就是表面已经被酸或碱侵蚀出坑洞了。有坑洞的地方保护层是破的，而且坑洞里容易藏污纳垢，怎么刷都清不干净，这种锅换掉。这3条线，我建议你今天晚上吃完饭就花5分钟做一次完整检查。步骤很简单，第1步，把内锅洗干净擦干，拿到灯光下看颜色有没有明显不一致的区块，这是看露底。第2步，倒扣在桌面上，用手轻轻压4个边，看会不会跷跷板一样摇晃，这是看变形。第3步，用手指指腹在锅底和内壁慢慢划一圈，感觉有没有凹凸不平或是粗糙掉屑的地方，这是看黑斑和坑洞。用摸的比用看的更准，因为有些侵蚀在灯光下不明显，但是手一摸就知道。第4步，如果摸到可疑的地方，拿一张白色的卫生纸用力擦几下，看纸上有没有沾到黑色或灰色的粉末，有粉末那就是表面已经在剥落了，该换。这个检查我建议每半年做一次，尤其是家里那些用了10年以上的老锅，不是每次都要换，而是你要知道它现在的状态。很多人的问题不是锅子坏了，而是从来没有仔细看过，所以一遇到别人讲一句话就慌，看过摸过心里有底才不会被吓。我也遇过相反的例子，有位长辈的内锅底部已经有一块明显的银白色裸金属，边缘还有点粗糙，他却觉得洗得很干净就没问题，一直用那种才是真的该换。所以这3条线不是拿来安慰人的，是拿来做判断的，该换的时候也要果断。
3条线之外，我再补一个提醒，如果你加内锅是那种有涂层的款式，也就是表面本来就标榜不沾的，那标准要严格得多。涂层一旦刮破、起泡、剥落，看得到底下不同颜色的材质，就直接换，不要等，也不要想说再撑一阵子。涂层跟阳极层是完全不同的2件事，这点前面讲过，请务必记住。那如果检查完你的锅3条线都没中，接下来就是怎么用才能让它多陪你几年。这几点都很简单，但差别很大。第一，酸的东西不要在铝锅里久留，番茄汤、酸菜白肉、凤梨料理加醋的卤味煮好之后，尽快移到玻璃或不锈钢容器，再放冰箱。不要整锅连锅放进去过夜，溶出量跟接触时间直接相关，减少接触时间就是减少溶出，这是最容易做到也最有效的一件事。第二，换掉金属锅铲，这是最省钱也最有效的一招，改用木头、竹制或细胶的铲子和汤匙，你的保护层可以多撑好几年。同样的道理，搅拌的时候不要用力刮锅底，盛饭的时候不要用汤匙边缘去铲。第三，不要用钢刷跟去污粉，这2样东西是阳极层的头号杀手。很多人觉得刷完亮晶晶很有成就感，但那个亮其实是把保护层磨掉一层之后露出来的裸金属。正确的做法是用软海绵加中性洗碗精，遇到胶底就先加水泡着，让它自己软化，过一段时间再轻轻推掉。第四，不要用强碱的清洁剂，也不要用小苏打长时间浸泡铝锅。铝不只怕酸，也怕碱，强碱会让铝的表面变黑、变粗糙，这是很多人清洁完反而让锅子更丑的原因。如果要除水垢，用稀释的白醋短时间处理就好，处理完马上冲干净，擦干，不要泡着不管。第五，洗完一定要擦干，潮湿加上残留的盐分和食物残渣，是产生斑点和局部腐蚀的主要原因。洗完用布擦干，或是倒扣让水完全流掉，再收起来。这个看起来很小的动作，可以让锅子的寿命差上好几年。第六，善用分工，这是很多人没想过的一招。如果你家有2个内锅，或是还有其他锅具，那就把用途分开。酸的需要久炖的，要放冰箱过夜的，交给不锈钢或玻璃。单纯蒸饭、蒸馒头、热菜、蒸蛋这种不酸又快的，留给那个铝内锅。这样一来，铝内锅接触酸性环境的机会大幅下降，保护层的消耗速度也会慢很多。一个锅不必什么都做，选对场合，它可以用得很久。第七，不要空烧，锅里没有东西就通电加热，温度会冲得很高，这是让锅子变形和保护层劣化最快的方式。用电锅的时候，外锅一定要记得加水，而且水量要够，这件事很多人赶时间就忘了。再讲2个大家最常遇到的实际状况。第一个是烧焦的锅底怎么救？很多人一看到焦黑就拿钢刷猛刷，那是把锅子往报废的方向推。正确的做法是先加温水盖过焦的部分，静置一段时间，让焦掉的淀粉和蛋白质吸水软化。短时间的温和加热也可以接着用木铲或细胶铲轻轻推，多数都会整片脱落，真的很顽固，就再泡一次，不要急着用蛮力。第二个是外锅的水垢，外锅长期加热会累积白色的矿物质结晶，这时候可以在外锅加水，倒一点白醋，插电让它跳一次，跳完趁温热把水倒掉，再用软布擦一擦，通常就会松脱。重点是处理完一定要用清水冲干净，擦干，不要让醋一直留在锅里。那如果检查下来真的该换，要怎么挑新的内锅？我的建议是3个原则。第一，优先选材质标示清楚的，包装或锅底上有明确标示的，比什么都没写的安心。第二，如果家里常煮酸的，常炖汤，或是习惯把菜留在锅里放冰箱，那就直接选不锈钢，省掉后续一堆顾虑。第三，一定要确认尺寸跟你家电锅相容，内锅和外锅之间要留出蒸汽流通的空间，塞得太紧，蒸汽走不动，饭反而不会熟。原厂规格是最保险的选择。至于材质要不要一路升级到最贵的那种，我觉得看预算就好，正常使用下差别没有广告讲的那么大。最后把今天的重点收拢起来，
电锅内锅刮花了还能不能用？答案是多数情况可以。刮痕本身不是危险讯号，因为阳极处理层是从铝长出来的氧化层，跟外加的不粘涂层逻辑完全不同。表面细痕不代表保护消失，真正要换的是那3条线漏底，也就是出现明显变色的裸金属区块变形，锅底不平或放着会摇晃，黑斑洗不掉，而且摸起来凹凸掉屑，中1条就换，不用等。铝的健康疑虑要看清楚比例，酸性食物加上长时间加热，确实会让溶出量上升，一次大约几毫克，而60公斤成人1周的可容忍摄取量是60到120毫克。日常饮食中的铝多半来自加工食品，而不是锅具，加上肠胃吸收率低于 1%， 一般人不必恐慌。铝与失智的关联至今仍未获得证实，这是目前研究的诚实状态。我不会为了吓你而说的比证据更多，但是肾功能不佳者、洗肾患者含婴幼儿确实应该避开铝制器皿，这一点没有模糊空间。如果家中长辈本身有肾脏疾病，或是最近出现脚踝和眼皮水肿，尿量明显减少，尿液起泡久久不散，食欲变差合并持续疲倦，那要处理的是肾功能本身，请尽快就医做抽血和验尿检查，而不是换一个锅子就能解决。有高血压或糖尿病的朋友，本来就应该定期追踪肾功能，这比担心锅子重要太多了。另外，还有一种状况要提醒，如果家人出现记忆明显衰退，重复问同样的问题，熟悉的路走错，或是原本会做的事突然做不来，那不是换锅子能处理的范围，请带去神经内科或记忆门诊做正式评估。早期发现，早期介入，能争取到的时间比任何居家调整都多。把力气放在对的地方，才是真的保护家人。回到市场那位大子，他后来把内锅带来给我看，底部确实一堆刮痕，看起来很吓人，但颜色是均匀的，倒过来放不会摇晃，也没有掉屑的斑块，3条线1条都没中。我告诉他，这锅可以继续用，只要把金属锅铲换成木头的酸的菜，不要整锅过夜，他还能再陪你煮很多年的饭。他听完松了一口气，说原来不是不能用，是要看哪里。一个用了20年的锅，该退休的时候就让它退休，还能用的时候也不必被一句传言吓到丢掉。看懂那3条线，你就有了自己的判断。